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暑期大片来了，东极岛上映当天便引爆观影热潮，首日票房直逼4500万。1942年秋，浙江舟山东极岛，巨浪裹挟着咸腥的海风，一遍遍拍打着礁石。渔民阿当在漂浮的杂物中发现了一个气息微弱的洋人，金发碧眼，遍体鳞伤。这个寻常的发现瞬间撕破了小岛表面的平静。日军狰狞的面孔随即出现在村口，刺刀闪着寒光。不教人，就屠村。一边是全村男女老少的性命，一边是奄奄一息的异国陌生人。这个几乎无解的绝境，把东极岛的渔民们推向了命运的深渊。这个被海浪推上东极岛的洋人，背后竟牵扯着二战中一场被刻意掩盖的血腥惨剧——里斯本湾沉没事件。一艘日军征用的货轮里斯本湾被美军鱼雷击中后，近2000名盟军战俘被日军残忍封死在船舱内。这艘死亡之船在舟山海域沉没，近1000人丧生，惨烈程度堪比泰坦尼克。而阿当救起的正是少数挣扎逃出升天的幸存者之一。日军的疯狂追捕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屠杀战俘、践踏国际公约的滔天罪行。当枪口抵住乡亲的额头，沉默的渔民终于不再沉默。面对日军步步紧逼的屠刀，隐忍屈辱了3年的渔民们骨子里的血性与善良彻底爆发。阿碧碧朱一龙氏目睹日军暴行，在哨所中忍无可忍，操起利刃孤身反杀。刀锋没入脖颈的闷响与血浆喷涌的粘稠感在银幕上炸裂，那份决绝令人血脉奔张。弟弟阿当吴磊氏的淳朴无畏，阿花妮妮氏以一句尖儿就破了这规矩，挑战性别桎梏，驾船出海。连看似懦弱的保长李元星、杨浩宇氏，都在夹缝中守护着微弱的希望。明知日军大炮巨舰的碾压性优势，明知水下暗流汹涌致命，这群只有破旧渔船的中国人，硬是顶着炮火与巨浪冲向沉船。支撑他们的是渔民刻入骨髓的信条：海上有难必救。为了重现这段惊心动魄的海上救援，东极岛剧组付出了超乎想象的代价。导演管虎与费振祥带领团队耗时6年筹备，7个月实拍。他们用近乎偏执的真实追求，打造了华语影史上最艰难的水下拍摄70多天。演员与工作人员每天泡在水里超10小时，团队甚至自研湿拍技术，在亚洲最大恒温水景棚中模拟出200多种海浪形态。更震撼的是，剧组在扬州影视基地一复刻了即将沉没的里斯本湾巨轮，船体被精确固定在倾斜38度角的状态，只为让演员在失衡狂奔中传递最真实的绝望。当虹吸漩涡吞噬生命的灾难场景被实景拍摄，演员直面10台发动机模拟的狂暴水流冲击时，制作团队用技术狂想与血肉之躯筑起了通往历史真相的桥梁。朱一龙饰演的阿碧碧无疑是这场风暴的中心。从一个只求家人平安的普通渔民，到目睹暴行后化身复仇利刃，朱一龙精准演绎了角色内心的撕裂与蜕变。他亲自设计的连捅3刀后横切大动脉动作，那份杀红眼的狠厉，连对手戏的日本演员都深感震撼。吴磊则赋予阿当少年特有的莽撞与赤诚，他的成长弧光在惊涛骇浪中显得格外动人。倪妮塑造的阿花更打破了传统渔家女的刻板印象，果敢刚烈，成为浊浪中一抹亮色。8月8日东极岛上映当天便引爆观影热潮，首日票房直逼4500万。观众们被渔民的无畏壮举深深震撼，许多人泪洒影院。正如导演管虎所言，这部影片不仅关乎救援，更是一场中国人的自救。从麻木奴役中唤醒尊严，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。
当日军至今仍在歪曲这段历史，东极岛以其磅礴影像与铁斑史实发出了最强回击。英国下议院提议在舟山立碑铭记渔民一举83年前中国人用生命投下的仁义之光，穿透时光尘埃，依旧照亮世界。当古铜色皮肤的中国渔民与获救的盟军士兵在硝烟散尽的岸边相遇，他们用各自的方式，一个深深的作揖，一个郑重的军礼，彼此致敬。这一刻，银幕内外热血奔涌。这不只是对83年前那场生死救援的复刻，更是对人性光辉的永恒加冕。走出影院，东极岛的风浪声仿佛仍在耳畔呼啸，那群普通渔民挺直的脊梁，在历史长卷中刻下了不朽的印记。善良不是怯懦，血性永不沉默。